邊度係東南亞我最掛住嘅地方？問都唔使問，一定係馬來西亞。喺搬嚟上海之前，我就喺馬來西亞度住咗2年，認識咗好多朋友仔，食咗好多好嘢，差啲都想喺呢度定居啦。但係命運嘅嘢令我最後都搬咗去上海。對於小紅嚟講就非常特別啦，佢係第一次嚟大馬。今次我哋租咗架國產神車，就係我以前揸開嘅普湯。我哋會由 KL 往北開到檳城，跟住往東開到 Kota Bharu， 往南開到關丹，最後翻去吉隆坡。今次嘅旅遊特輯唔係淨係得個 road trip， 我哋想分享喺路上嘅所見所聞，帶你哋去睇一啲比較冷門嘅地方。同埋如果你哋之後想嚟大馬揸車自由行，咁呢條片可能對你都有少少嘅參考作用。這個雨大到。好啦，事不宜遲，我哋轉翻 channel， 馬來西亞系列正式開始。我們今天已經來到馬來西亞的第4天了。我們前3天就是在這邊特意挑了時間，是周5、周6、周日3天去休息，然後可以去逛逛夜市啊，還有他們的唐人街，比較市中心的，然後去看了那個雙子塔，然後我們最主要的就是為了要熟悉一下這裡的環境，熟悉一下這邊的交通是跟泰國他們那邊是一樣，都是靠右邊開的，所以就是熟悉了一下交通。哎，龍捲風來了一樣，太快了吧？這摩托車開好快。因為我們已經吃了好幾天的馬來西亞菜，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連續2天小紅就一直說要吃滷肉飯。我們等一下要去黑風洞，所以就在它的附近順路的地方找到這家台灣菜了。除了最經典的滷肉飯以外，他們有一道招牌是鹹蛋黃雞排蓋飯，賣相和他們的宣傳照片幾乎一樣。滿意嗎？你不是滿意啊！我吃到滷肉飯了。什麼時候可以去台灣吃台灣滷肉飯呢？哇，這個蠻誇張的，這個烏雲是真的，等一下有一場超大暴雨。我們現在去那個附近的一個景點叫 Batu Cave， 好像是說是除了印度以外最大的一個印度廟。對對，這裡有印度廟很正常，因為在吉隆坡有10%的人口呢。說是10%的印度人，但我們在路上看到，感覺最少有30%以上都是印度人。因為很多那種外勞的都是南亞那邊過來。這裡的停車費也還算行。對，2塊錢一次。我們來到了黑風洞。上去的話有272個台階。剛才有個人拿着一袋塑料袋的東西，跟那個猴子就直接搶住。在那邊看一下。這次應該是我第3次來啊，之前2次是陪我姐姐啦、媽咪啦，還有外婆。這次我跟小朋友。其實不是很累而已啦，大概走10分鐘就上來。上來這裡之後呢，一下子的溫度好像開始下降了，有5、6度。5、6度。這裡一共有3部分啦，我之前來了2次，我都是去到第2部分，我就沒有繼續再爬上來了。啊，現在是可能為了拍片子吧，所以我第1次來到這個區域啊。這個算第3部分嗎？上來的一部分咯，然後中間的一部分，然後這裡就是第3部分啊，應該也是最後一部分啊。如果有女性同伴的話，記得提醒他們要穿長褲或者長裙，可以蓋住膝蓋就可以了。男生的話呢就沒什麼所謂了，你看我就是穿短褲也 OK。這裡應該是雙子塔之後第2最多人來的景點，加上免門票，一到周末這裡就非常多人，所以最好計劃在平日來參觀。
没有立刻转向高架，反而走了一条乡道，去一个叫乌鲁央的地方。这里有一道来自福建的美食卤面，闽南语呢就是叫做糯米。在马来西亚到处都可以吃到福建面，但是如果要吃卤面的话呢，很多人都会来到这个小镇。这个就是也是那种酱油煮出来，但是有汤。其实卤面就是一份很有料的汤面，然后添加了地瓜粉，调得很浓稠。一碗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配料，我们还点了特色的鱼香卷和鱼卷。如果开车顺路，可以来试一下。其实这个卤面我也是第2次吃了，我也觉得就还好了。就是如果大家就当做是一个新鲜的话，新鲜体验的话，可以试一下咯。但是如果你是抱着这个很高的期待的话呢，可能就会失望，我觉得。但是旅游就是为了试不同的东西嘛，不一定所有东西都是最好最棒的，对不对？那如果最好最棒，那留在家里面应该是最好的吧。小时候我妈在节日的时候就会喜欢弄卤面，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于这个口感没有很喜欢，长大之后反而对这个味道是念念不忘。喜欢晚上开车。那我们也快到了嘛，还有半小时就快到住的附近了。看一下外面，天好黑啊！到了塔帕，就是去金马软嘛。金马伦，金马伦什么伦？伦敦的对。哦，金马伦是吧？对，金马伦高原。金马伦。之前我们是有计划要去金马伦的，但看到最近的雨下的比较厉害，所以我提前几天就决定改了地方。我们就来到我们今天的目的地金宝了，然后这里就是我们今晚住的 Airbnb，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马来西亚的空间都是比较大的，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他们一个没有房间的一个 studio 的 Airbnb 啦，在2张床的中间呢，就有一个小工作桌啦，就可以在这里用电脑啦。然后这里也配置了一个挺大的一个电视的。然后这个是一个在角落的单位了，所以2边就有窗咯。这里呢的租金呢，就是一个晚上呢就是200马币咯，然后换算成人民币就是大概是这个价格。对，大家觉得值得吗？Hello， 大家好，又到了 Paddy 带大家去买早餐的时候了。小红还在睡觉，然后我们现在就一起去买早餐。好，我这个任务完成了，哇，买了好多，觉得吃完之后中午就不用吃了。这个是什么？又是那个老鼠尾巴。我们福建叫轮饼糕，然后呢，很多人，但是我去到的时候其实已经8点多了。蛮好吃的。我昨天那个糯米，昨天还是很浓稠的，隔了一晚之后就变水了。两个我会觉得，对。我吃不下了。我们现在呢，就是在金宝的迪士尼，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我们是看小红书有个这边的景点，对，景点吧。到底什么迪士尼呢？大家看一下啊，这些彩色的屋子，对，应该是一个那种商业的项目吧。今天没开，还是它其实就没有开，因为我看到好多租户上面都写的是出租啊，都是没开的，就纯粹是大家来拍那种
完美照的地方哦，都还可以。其实我们啊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我们住的 Airbnb 就在这里的隔壁，过来呢就是不到1分钟，然后我们顺便过来看一下咯。是的，所以这个迪士尼小镇跟迪士尼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是吧？对，就主要就是他拿了迪士尼的名字跟迪士尼的那些装饰的元素吧。嗯，但是会有版权那些东西没关系。这个真的不清楚不知道了，这个我安全带忘记，笑死了。不好意思，开车要系安全带的啊，不管是前面还是后面。我连没系安全带，他都不提醒我。这样子。刚刚忘了，是因为我一直拿着相机，我说身上好像少了一点收住我的东西。对。来到金宝这里呢，有一道很有名的菜叫咖喱面包鸡，后面这个叫油记这家店啊。对，如果大家就是肚子饿的话呢，就可以进去里面买一买啦。我之前跟我家人来的时候也有买过来吃哦，那味道还可以啊，有一点特色。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吃得饱饱了，就不进去了。这个壁画建筑是分为2部分的咯，这里一部分，还有前面也有一段。我们继续往前走，看完它。就2条街，但是是一条直直的，就是我后面，然后直直通的这里。对，它就是把2边楼的后街，很脏的后街，把它改造变成旅游景点吧。金宝就是一个从 KL 去怡保的会经过的一个小镇吧。好像我们骚扰到它了，是吧？金宝最主要就是来它的 food court 吃一顿，再看一下壁画。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吗？我真的不知道哎。比较适合当做一个中途站，停留1到2个小时就足够了。我们昨天晚上去逛了一个还比较大的当地的一个超市，买了这个，你看到 Milo 巧克力奶，对吧？对，是没有咖啡在里面。没有。我喝了一口，好太甜了。是这里的国民奶，国民饮料。还买了好多很特别的薯片的味道，还有最喜欢的咪咪，它这里有这么大包的咪咪，因为我吃的咪咪都是那种5毛钱一包，就是很小的，它这里有这么一大包的，你看有多大？我不知道原来咪咪是国产。我也不知道，好像是国产品牌。原来小红从小吃到大，最喜欢吃的咪咪就是马来西亚品牌。她终于吃到原汁原味的咪咪了，而我最爱吃的呢，也是可以在马来西亚找到，随时的一个转角，它都可能会出现。没错，就是水果之王榴莲了。在吉隆坡，很多水果摊都有售卖，价格对于国内来说应该是很便宜，但是呢，在路边随时都有一些更便宜的选择。这么一大个，我们要把它吃完。没错，特别有。之前我们也有吃过比较好的品种，比如是猫山王，味道和这种便宜的路边摊其实差别不是很大。你要选哦？看老板吗？反正我们2个就吃不出来了。大家猜一下这个甘崩榴莲，就是农村榴莲，到底要多少钱一个呢？ OK， 如果你不在意榴莲的品种或者是环境，那么这种最 local 的吃法，你可以试一下。20马币是多少钱啊30块。 ？30块。我刚刚试了一下这个咪咪，比我在国内买的那种咪咪要细一点，味道更咸一点，有一点点的醋的感觉，然后还有一点点辣，很好吃。这咪咪真的超好吃的，你要试一下吗？好，吃一口吧，吃一条吧，吃2条吧。
好啊，走吧，我们继续开吧。去开是吗？这里是高配沉香山茶园。什么是沉香呢？我也不知道。沉香就是那个三圣母的那个孩子，劈山的那个。等一下他会坐那个大巴带我们上山，逛一整圈，大概要1个小时。整辆车只有我们2个人，然后1个小时的车程有3站会停下来。参观费用只需要10元马币，包括了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司机导游，带我们去游览一下这个种植园。First stop. First stop is called viewing stage. Are you the very ready? Okay. The TV is on. Mention about our product, the house product, and the story for the cafe is not open. Oh, it's okay. Saturday and Sunday only open. Okay. So you can take your photo here, relax. So what you do to the first floor, okay? I'll be back in 10 minutes time. 10 minutes, perfect. Thank you. 所以沉香到底有什么？就是去给那个救母的那个沉香沉香他说最主要就是2个用途，第一呢就是烧香的时候香料是吗？烧香用的那个香啦，然后第二就是拿来做香水。香水啊。但是呢，他说他们这个沉香园呢，就是有个比较特别的外的功效，就是它那边沉香呢就可以用来做茶，沉香茶这样子咯。沉香是个木头是吗？我猜应该是是木料是吧？树的是吧？不要紧，剪辑师可以尝试一下到底。等一下我们查一下 AI 告诉你们沉香。AI 或者是剪辑师现在看一下啊，原来沉香它是必须这个沉香树它受伤了，被雷劈啊，有虫害啊，或者是给人啊、给动物弄伤了一棵树，它才会分泌一些沉香的液体出来，去收服自己。那些沉香的液体才是有香味的，很神奇。他们主要的客户呢，就是卖给一些香水公司啊、香料公司去制作香水啊、香氛这样子，去制作香氛这样子。哎，车来了，车来了。对。Perhaps one day I'll hit the lotto. 现在是第2站，我们要去那个什么抱抱树，就有不同的沉香树，那树上面呢就会有一些绘画，就大家在那边拍照这样子。对，然后这个路程是他是说5分钟，就走5分钟就可以到。对，他说这里是很少蚊子的，因为蚊子不喜欢沉香树的味道。啊。这里就是最后一部分了，一共有800米的下山的路，就会回去刚才那个入口的地方了。Call me colleague and friend. We would never have any problems at all. I'd solve them each right away. But if I never have the answers,You still love me anyway. 走完了，整个景点加起来，我们用了大概45分钟，10马币，我觉得还是挺物有所值的。他还送了2包茶，所以等一下回酒店可以试一下，对他们的这个茶园多了了解啦。我觉得看完这个，我也想买一点沉香茶试一下。没有啊，它15年才种出来。我要喝蛋白粉，我不要喝茶。我们怡保的 Airbnb 啦，可以看到了，就是有2张很大的双人床的，没错，这里是可以睡4个人的，让我们比较舒服了，每人可以睡自己的很大的床了。OK， 你可以看到，其实，在马来西亚他们的房子都是挺宽的，然后楼地也是挺高的，有电视机啊，有个茶几，有个沙发，然后这里就是有一个可以加热一些食物的地方啦，就是有微波炉啊。然后有一个简单洗手盘这样子哦，还有一个简单的洗手间。然后呢，1晚的费用呢也是大概就是200多的马币。外面呢就是有一个露台啦，然后走出去呢就是有健身房，还有就是游泳池，有就在这里，在同一层。
这几道有时候什么老鼠粉啊，还有什么炒粿条，好像都是差不多的东西啦。对，都是粉。那个粉，然后再加那个酱油，然后还有猪油，还有猪油渣，然后再炒出来对。，那这道好好吃，卤鸡爪卤的好入味啊。好好吃。怡保是以美食出名，鸡丝河粉啊、芽菜鸡、猪肠粉，还有非常接近香港口味的豆腐花，各式各样的华人美食都会在这里找到。但是很遗憾，我们的胃只有一个，其实每天可以吃到的东西都是非常有限。我们已经从金宝来到怡保了，就在这个背后可以看那条街。刚那家餐厅是这边比较有名的一家餐厅，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最好吃的一家。就好一点点我哦。们全部都清光了，也是好吃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会在怡保旧街场走个圈啦，然后呢就回去我们 Airbnb 休息了。今天也差不多了，我叫 Paddy， 我是小红。我们下个视频见吧。 Join the ride with me.